要出发。哎呀，很好。我原以为自己要做的事简单至极，甚至不值得反复思虑，但或许这个世界有机会让真正的星星俯首降心，然后比肩诸神。哦，我想到了。欢迎来到琥珀街。别看现在不怎么热闹，想当初这里还能被称作景点的时候，名头可响着呢。忘记问了，肚子饿吗？要不要带你们去吃点东西？我也很久没有进过地主之邑啦，咱这里的风味可是相当地道，放在其他什么地方，那可能都是失传的手艺。当然啦，看到那边的招牌没？当初要不是几位累世单传的大师傅一起留在了这边，这些手艺可就要绝迹了。在外面准能说一句别无分号，保证你们没尝过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先向附近的人打听一下克拉丽和赫利亚的消息吧。哦，你想让他俩也尝尝？如果从找到人了才能一起吃饭的角度来说，倒也没错。嗨，那好说，横竖我也要四处跑跑。是危急的事情吗？危急可不是什么天天都见得着的事儿，我得先去通知那些消息不灵通的家伙才行。正好顺便帮你们打听打听朋友的下落，两边都不耽误。哎呀，你们人生地不熟的，就这么被丢在这里，我也放不下心呀。看起来也只能这样了。希娜，你觉得？好吧。不过，松雀小姐，之后我也想找你聊一聊如何回去的事。毕竟一直停留在这里，还是会让其他人为我担心。回去啊？成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知道该怎么办，那咱也早就不在这儿了。当然啦，相逢就是缘嘛，能帮得上的，咱一定尽力。忙里偷闲，忙里偷闲。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。好久不见啊，叔，你
您得有一阵子没参加过围棋了吧？这次的就快开始了，不管用不用得上，总还是背着些更好。是啊，和这东西斗了一辈子，要是有的选，倒也不想太依赖它。瞧你说的，现在不也挺好的吗？有时候学学咱也不赖。要说跌落谷底，恐怕没人比咱还合适了吧？因为当初你也并未真正身处其中，而我是在灯熄灭后，才的确成为了一个无用之人。也别这么说嘛。哎，好了，不提过去的伤心事了。这次的围棋，算您一个。算上我吧。不过，我心中的确不剩多少恐惧就是了。嗨，反正您这生意也维持得住，就当未雨绸缪呗。啊，对了，您在这附近有见着外乡人吗？啊？这里怎么可能出现外乡人？没见过，没见过。我现在很少四处溜达不假，你可别一惊一乍的来骗我呀。哎呀，这回真没骗您。不过具体的事儿咱也没弄明白，兴许是搞错了呢。没事儿，咱再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。刚才那位是你的熟人？嗨，琥珀街这地界儿哪有咱不熟的？但别看咱逢人都喊句叔叔婶婶，只有这位才货真价实，算是咱的长辈。你是说他也和你一样活了几百年吗？至少150年吧。哎，当然这种人不多就是了，不然郎丘早就得人满为患喽。但据说他和咱不一样，是用了什么代价不菲的技术。具体怎么回事儿，咱就也不清楚了。再怎么说也不是一个路子嘛。哎呀，扯远了。既然他不知道外乡人的事儿，咱还是去别的地方打听打听吧。松雀大师，还这么见外呀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围棋的事情。家里的东西已经有点不够用了。要不说赶早不如赶巧呢，就今天啦，别急。太好了。你家还有别的麻烦？也没有啦，就是松雀大师，可不可以再去劝劝爸爸？劝？哦，叔叔他还是不愿意用从围棋得到的物件啊？再这样下去，他会不会饿死啊？这样啊，也就是说，他还是在琥珀街外面守着自己的那亩地，非得自食其力不可？妈妈总是在劝他，可是，成，放心吧，咱会去再看看的。别怕，说服别人那是咱的看家本事。好奇怪啊，松雀大师。我真的很害怕爸爸死掉，但是，如果我知道他不会死，是不是就没办法参加围棋了？那样的话，我和爸爸还是会……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想了。没事儿，除此以外，以后会让你害怕的事情还多着呢。比如说，琥珀街来了一群可怕的外乡人。外乡人吗？我们这里……可怕吧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对不住啦，那孩子看起来不大好，就多嘱咐了他几句。没关系，他看起来的确有很多苦衷。不过从你们刚才的说法来看，所谓的危急，该不会是……就是用自己的恐惧和影子做生意，所以那孩子才会害怕自己没有可恐惧的东西。咱之前也说过吧，讨生活哪有心甘情愿的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事事都恐惧，那也没法过日子。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咱以前过苦日子的时候，别人就是这么安慰咱的。艾米丽，等她长大后，说不准也会这样去安慰别人。咱今天怎么总是扯些无关紧要的？还是先走着吧，处在这里也做不了任何事嘛。哦，那家伙果然开张了吗？正好，他的消息可灵通得很。哎呀，咱就知道你最会挑时候，又开张啦？哪里，这不是靠您的本事才能混口饭吃，可别取笑我了。在下也并非什么黑心掮客呀。哼哼，我也听他们说过，你就是对一出大戏偏执了些，价格还是很公道的。当然，越是投机取巧，越不能引人记恨呐。这也是向大师您学来的呀。啊，得，也就只有你还会对我说这些恭维话了。对了，有在琥珀街见到什么生面孔吗？算是我的客人，但似乎是走丢了。生面孔，那倒不见得有。不过，抢生意的人嘛，那就……抢生意？破天荒头一遭，说是有2位姑娘在附近支了个流动摊位，而且和我一样，是做些为他人的恐惧添水施肥之类的买卖。啊，有这种事啊？真有。不过想必他们倒也听过在下的威名，行事颇为谨慎。在下一心想要捧场，却从来没在附近见着过。行啦，你这性子还真是一点没变，又阴阳怪气起来了。成，这事儿咱帮你办妥。只是你要是比咱先一步见着他们，可不许找他们麻烦。这又是……哦，咱廊丘除了衣食和野外的怪物，倒也没什么值得担惊受怕的。到了危急的时候，总有街坊拿不出什么恐惧来做生意，所以也就有了他这种人啦。他会想方设法让人们感到害怕，然后等危急之后再从中抽成。难怪他说自己是投机取巧。倒也不尽然。比起不劳而获，他其实对琢磨手段更感兴趣。如果你们要在咱这里住一段时间，兴许还要和他打交道呢。不过言归正传，怎么说？你们要找的朋友，有可能是他讲的2位姑娘吗？倒是有可能。那就得嘞。走，看大家的样子，危急的正式开场也推迟不了多久，咱得尽早把手上的要紧事了了才行。逛逛街吧。要去哪里呢？好像只有我总是被路边的猫咪碰死。放心吧，你是 A 级女武神，做这种事还不是小菜一碟。可是克拉丽，比起能不能做到，我们更应该考虑应不应该做才对吧？克拉丽、赫利亚，你们这是？寻梦者。哟，来生意了，赫利亚。哎，你怎么还当起真来了？显而易见，免费的飞刀挑战，他会站在那块板子面前，你想怎么丢就怎么丢。唯一的要求，你必须先把眼睛蒙上。别听他胡说八道了，你没事就好。寻梦者，你也有遇到那些和影子有关的怪物吗？
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被缠住了，还好遇到了我身边的这位朋友，当然也找到了希娜，所以没什么大碍。啊，也是他把我们带到琥珀街来的。朋友？哈哈哈，不用见外，叫咱松雀就成。两位看着还真是气度不凡呐，当差的地方想必不一般吧？赫利亚的 A 级女武神经验很丰富。克拉丽，算了，这么说来，希娜迪亚呢？你们不是说找到她了吗？话虽如此，我们怎么两个？要不你先咽下去再说。果然是你们啊！我刚刚听人说这边有个小矮子在做生意，结果还真没错。很好，我们绝交吧。克拉丽的幽默感果然很与众不同呢。希娜，你怀里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？别人送我的呀，大概因为我招人喜欢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本来是在玩什么啊？看着挺有趣的嘛。显而易见，免费的飞。够了，别再重复一遍了。无论如何，大家重新会合，精神也还不错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哈哈哈，山重水复，皆大欢喜，恭喜各位啦！不过，要是咱准备扫兴的话，是不是就得趁现在啦？不然等下又被怪罪了。倒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得失陪一下。如前所说，咱也得为了危急做些准备，再耽误下去可了不得。就是还没来得及招待你们，千万别见怪啊！嗨，别客气啊，你带着我们认了这么多路，我们道谢还来不及呢。哎，总归是招待不周嘛。成，那你们正好叙叙旧，我去就回。